一趟完美的旅程，除了风景和美食，更少不了那塞满行李箱的战利品。在这些特色好物，不只是分享给亲友的心意，更是为整趟旅程画下完美句点的仪式感。没错，而说到最懂礼的城市，那绝对不能不提台南。今天我们这集就在台南好礼嘉年华的现场，要带大家抢先看看2025年最新出炉的得奖好礼。今年得奖的好礼可以说是神仙打架，竞争超级激烈，所以我们特别从中精挑细选的15家，要来为大家简单开箱介绍这些厉害的台南好礼究竟有多厉害。从天赋你想象的创意蛋卷，有熟成概念的凤梨酥，到结合在地特色的伴手礼，究竟这座美食之都还藏了哪些让人惊艳的宝藏呢？准备好你的购物清单，跟我们一起出发吧！我们今天来到台南的南纺购物中心。平常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啊，除了安排美食景点以外呢，我们在旅行中啊，入手了一些在地特色好物，或者是必吃必买的伴手礼，往往都会成为让这趟旅行更有趣的亮点所在。说真的，对有些人来说，旅行中最重要的不是逛景点，而是买伴手礼，可以说是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像你妈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台南好礼嘉年华活动，一起网罗2025年入选台南好礼的特色伴手礼吧。这一家是汉果坊，他们家原本是经营中药行，那老板是2代。那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假扣冻都假爆，好像你要补就一定要苦一样。那老板呢就想要颠覆这个概念，所以他把很多中药的东西呢融入到零食里面去。今年入选台南好礼的有润润丸跟鲜胜利果酱。润润丸呢，其实它就是润喉糖，然后它还蛮特别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它这个糖果呢是脆皮的，吃起来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日本口香糖，一小盒一小盒的纸盒啊，还有葡萄口味啊，什么口味的那一种。然后没想到呢，这个喉糖呢可以像小时候的糖果一样，我觉得小朋友也不会排斥的。我小时候喉咙痒的时候，然后我吃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哇好开心啊！怎么这种时候还可以吃这种东西这样？虽然说今年得奖的是果酱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家其实最特别的是这个加入中药的巧克力，而且我跟你说哦，像我们女生啊，那个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想要吃巧克力吗？它特别加入的这个中药呢，是你那个来也可以吃的。健康巧克力啊，这是最主要是说要大补元气，像熬夜加班、长期慢性疲劳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人生拉卡，或是女性生理期、无血骨今天生理期很虚弱，或者男性要买给女朋友，Happy One Happy Life，老板刚刚请我们吃木见鲜果，然后我吃起来呢，很像是巧克力里面裹的葡萄干，结果老板说不是，里面是枸杞，吃起来怎么味道这么融合啊？而且它那是大人味的巧克力，超好吃，而且它那枸杞里面还黏黏，有点湿度，这样子好好吃哦。其实口感真的就跟吃那种包葡萄干的很像，有一点黏牙的感觉，然后微微的酸。我跟你讲，你吃不出那种中药感，而是那种很好吃的那种零食感，哇，好邪恶哦！这个就可以放心给小朋友吃了。他们家今年获选的好礼呢，是虱目鱼香肠，将台南在地的特色虱目鱼呢跟猪肉混合在一起。我们主要这个虱目鱼的口感啊，跟我们一般吃到的香肠真的不一样，你真的可以吃得到虱目鱼的那种肉感啊，还有香气。另外这一款呢是飞鱼软香肠，那它里面其实也有加入一些虱目鱼，但是猪肉比例呢会调得稍微高一点，最主要就是吃里面哔哔啵啵的口感。这一家的特色呢，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使用台南在地养殖的虱目鱼，而且呢全部都去刺之后，把它的风味调整成呢最凸显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皮啊很脆，而且虱目鱼这很特别，可以吃到真的是虱目鱼的口感在里面。对，黑胡椒肉干也很棒，里面的黑胡椒味道非常的浓郁，我觉得聊天配茶很适合。那如果说你过年过节啊要买来送礼的话呢，这家也很可以考虑哦。这是台南在地的茶行新凤鸣，那他们今年入选的品项呢，就是这个水果风味冷泡茶。你看到吗？它的包装非常的厉害，听说呢也是入选了台南好物，今年入选了双奖项。那这个
布巾啊，很好玩的是，它可以重复一直机洗，你可以放下洗衣机去洗哦，可以重复一直使用。然后你把它打开，哎，里面就是礼盒，所以不管外面里面呢都非常的棒。它真的是一片，而且它外面还写一片心意，还蛮有新意的。对。这个餐袋啊，你可以把它完全摊开来，所以如果你再去野餐的话，就非常的好使用，直接铺在地上就可以当野餐垫了。它是扣子的设计，所以你只要把扣子都扣上呢，就可以还原了。他们不止外包装很厉害，里面的内容物呢也很赞。他们的冷泡茶呢是把茶叶磨成比较细碎的样子，这样子可以比较容易把茶味给释放出来。因为一般的冷泡茶要经过4到8个小时才能进入好喝的阶段，而他们家的冷泡茶呢，从常温放到冰箱里面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了。跟大家补充一个厉害的地方，全台湾第一支冷泡茶商品就是新凤鸣推出的。这个快速冷泡茶，他们也是第一个，他们就是打算给别人追就对了。这是之前他们跟台北市立动物园联名的绿挂式的茶包，很可爱耶，而且它就是把它做得像泡咖啡的仪式感一样。这就是我刚拿在手上的茶包泡出来的冷泡茶，这一款是凤梨绿茶，有一个很明显的果酸香气在后面。然后这个礼盒呢，它其实是有分2个口味，一个就是凤梨绿茶，另外一个是百香果。对，我刚刚还有给我一个那个糖果，非常好吃，它不会很甜哦，然后吃起来很像吃咖啡糖的茶板，大家试试看就知道，很棒。这一间是生源集水，我们之前来台南玩的时候呢，也有到他们的园区去拍摄过，吃过他们的凤梨酥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做成圆圆的形状啊，跟别人都不一样，很特别。那今年他们入选台南好礼的呢，是凤梨太阳饼。它这里可以吃得到凤梨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酸度呢是稍微比较高的，所以你吃多了也不太会腻口，然后也可以吃到那种麦芽黏嘴的感觉，因为其实太阳饼啊，它最早是由麦芽素改良而来的，所以你可以吃得到那种麦芽的感觉。另外一款入选的是凤梨口味的卡利卡里，它的凤梨一样是选用台南关庙的凤梨哦，然后做成这样子的饼干。我刚刚吃了一下，我觉得它凤梨的酸香味呢，跟刚刚吃到的凤梨太阳饼是一样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一般大家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小零嘴，可是呢，它加上了一些在地特色之后呢，其实也可以变得很新潮。我觉得拿回去送人呢，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。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，今天所有伴手礼里面呢，蛋白质最高的一个伴手礼是所长茶叶蛋，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，我们家冰箱摆好多哦。这是他们今年入选台南好礼的2个作品，像这个呢叫做假倒瓜做短瓜。我们有时候在送礼的时候呢，会去取一个吉祥的寓意，像这个呢，就非常适合送给你刚升迁的一个朋友。而且他一定会要保持形象，因为升官了嘛，所以必须要 keep 身材管理。你看它的外包装长得很像茶叶，但其实它的内容呢是豆干。它每一块豆干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啊，像我们家里啊，就是有常备这些小零嘴，不然晚上看美食影片啊，真的是会饿到受不了。有时候我们被自己影片烧到。非常熟悉的味道，对，它咬下去就是会爆汁，然后里面呢非常的绵密，很扎实。再来是所长茶叶蛋礼盒，这次呢特别跟新化在地艺术家林家宏老师做合作。那其实所长茶叶蛋呢，它为什么叫做所长？就是因为呢，它本来是新化派出所的所长，他为了体恤员工都没有吃早餐啊，所以就特别弄了茶叶蛋，就没想到弄了之后太好吃了，声名远播。这里面有原味的茶叶蛋，还有辣味茶叶蛋2种，中间的这个呢是植素肉干。那我觉得他们家茶叶蛋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中间的蛋黄啊会是湿润的，吃起来绵绵沙沙的，有人说吃起来像舒芙蕾的口感。我们很喜欢吃他们家茶叶蛋，如果在 7-Eleven 或休息站碰到，都一定会买一下，尤其是热现吃，里面还会爆汁。这里合作的很有温度，里面还有一张小卡片，我们等下贴给大家看。这
这一间是田玉轩，他非常厉害哦，今年得奖的作品呢，同时也是之前国宴伴手礼的这一款果酱，叫做桑葚红酒果粒酱。然后呢，老板的来头也不小，他曾经在2023、2024年的时候呢，都得过了果酱的世界冠军哦。这一罐的特色呢，就是用台南柳营在地出产的桑葚，用自然栽种的农法哦。那它的葡萄酒呢，就是用台湾烟酒产的黑厚葡萄酒，所以呢，整罐都是 Made in Taiwan 哦。这2罐就是前2年获得英国世界柑橘果酱大赛的作品，哇，那个名字好长哦。那我从外观看进去呢，就觉得说，哇，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哦。可以看到茶叶，甚至呢，这个茉莉绿茶这一款啊，它也有把茉莉花入进去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可以吃到淡淡的花香，所以是结合了茶、酒跟水果的一款果酱。来吃一下这个国宴款。哦，好浓厚的那种红酒香气哦。这个吃完可以开车吗？可以，还好不是你开。像我这种很喜欢吃到酒味的人啊，就会很爱这款果酱。这款是玫瑰荔枝覆盆子，老板是不是都很知道我的喜好啊？它的覆盆子味道比较浓厚，花香要在尾韵才会慢慢的散开来。这是台南西港奢林社区发展协会开发的一个牌子，叫做令草工坊，其实还蛮有名的这个牌子。那他们今年获选台南好礼的一个品项呢，就是这个饭团包，有没有看起来真的一个？真的，我刚才想说什么弄得像本丸这样子，真的是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这是用台湾现在已经很少见的手工艺令草啊，再去做加工的。那其实我们一般看到这种包包呢，会很容易联想到草编包、藤编包，可是我觉得其实不一样，因为它触感摸起来是这样软软的，很有弹性。那这个呢，它的手工啊做得非常的细致哦，里面有内里啊，还有一些夹层。大家如果想要追求度假风的话，我们的 MIT 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这是盐水区农会的番茄软 Q 糖。我们一般呢在市面上啊，蛮常看到玉女番茄啊之类的，可是他们这边的番茄品种很特别，叫做帅哥番茄。因为它的特点呢，就是皮比较厚，像我们的理解就是男生皮肤就是比较厚一点，然后女生的皮肤比较薄，不是脸皮。因为他们这种皮厚的特点啊，特别适合做成加工品，而且可以稳定农民们的这些收购的价格。那所以呢，没想到他们做出这个番茄软 Q 糖之后呢，大受欢迎。他做了一个很像很小颗的番茄，很像浓缩番茄胶囊，一咬下去，番茄的味道就释放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它里面是有那个番茄果肉，因为他刚好跟我讲，它是切得很细碎，在那个糖果的中心这样子。哦，这边的番茄因为是生长在岩地里面啊，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，所以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呢，可以慢慢吸收养分，所以它的味道呢就会特别浓郁。听说之前詹姆斯来到他们这边啊，买到这种番茄回去做料理，做出来的番茄味特别的香浓。这里是大厨花简，他们是台南东山的一个咖啡生态农场，那他们所有的咖啡豆呢都是自种、自产、自销，他们开玩笑说是自作自受啦。他们家做咖啡的缘由呢，是因为啊，他们家就住在东山山区上面的步道上，所以常被游客窥探。他们有一天就觉得受不了了，不行，我要把我的家围起来，所以到山上去找建材的时候呢，发现了野生的咖啡树。那这些咖啡树呢，其实它是外来种，最早是被日本人带进来的。那因为山上呢有一些漂亮的鸟啊，叫做五色鸟，它喜欢吃这种咖啡豆的果实，所以就是到处飞啊，吃啊，就是落下了很多的种子在东山的山区里面。大厨花间在2017年的时候参加咖啡评鉴得了冠军，往后的每一年呢都有得奖。他们家卖最好的就是这一支铁鼻
卡水洗。今年获得台南好礼的礼盒是这一组，它有刚刚看到的那个咖啡，然后还有东山很特别的龙眼花茶。这次的包装啊非常有巧思，没有用到任何的一次性塑胶，所以你看它的整个纸的包装啊，包括这个压痕的部分呢，都是用纸去压进去的，没有用到一点点塑胶结合哦。你看这整个礼盒的包装啊，我刚以为这个是一般填充的纸材，结果不是，这个是用台湾杉木的木片哎。这次的礼盒采用这种玻璃罐装，大家使用完之后呢，也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进去，或者是说它2个瓶子呢，它用150的价钱啊跟你回收。他们家的咖啡呢是有机的，那懂的人就知道做有机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吃力不讨好。所以像我们呢看到这种就会特别想要支持一下。四鹤龙眼花茶太特别了，我讲不清楚，我们请老板来跟大家介绍。好，那这个龙眼花呢，就是我们趁早上龙眼花开，蜜蜂还没有过来采蜜的时候，我们把龙眼花先采下来，然后冰糖加水把它给融化掉。那把龙眼花丢下来炒40分钟。那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，在那个瞬间，所有的水就整个啪都不见。那剩下来的那个糖就会把花给包起来，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它每一颗都是一朵花。那我们再冲热水把花给打开，就可以喝了。哦，难怪我们刚刚喝到龙眼花茶，就是会有一点甜甜的滋味。啊，对啊，想喝冰的就再丢点冰块，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咖啡也好喝，不管前面说的再多，咖啡好喝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来自百年皮革厂所成立的工作室，叫做母马皮革工作室。这个很可爱耶，我觉得他们家最特别的啦，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买材料包，用很简单的方式呢去完成自己的作品。这个东西我们家弟弟最喜欢了，因为他平常就很喜欢收集各种动物的东西。这就是大家 DIY 可以得到的作品，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小花啊，或者是去压印写上自己的名字之类的，就会更有纪念价值。这是 GoTo 的手表，这次入选台南好礼的是这一只。你看这上面的花纹哦，就是我们平常窗户上面的海棠花的图样。它中间呢采用镂空的设计，所以呢你是可以视觉上这样透过去的。哦，然后如果我觉得太大的话，可以换小一点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个是可以调整的。这一家是田舍小铺，他们家卖的是茶树相关的产品，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需要。没有错，你真的超需要。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罐茶树纯露调理水啊，它里面成分就3种。第一个，我们家的精油、纯露以及我们自己种的芦荟。所以你刚刚没有试用看看？我现在需要试用，因为我已经在外面晒太阳晒一整天了，我现在的皮肤需要保水一下。你用用看。有没有闻到都是茶树的味道？有，而且现在心情觉得非常的放松，很愉悦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这个调理水它很适合我们干性肌肤啊、保湿做使用，尤其晚上洗完澡之后使用最棒。对，很棒哦。这一家是10支幸福轻手工蛋卷，我跟你讲，这家很好玩，他把蛋卷呢跟台南的小吃结合在一起了，竟然有火烧虾跟虱目鱼酥的口味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真的非常特别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虱目鱼酥的，哇，这个虱目鱼酥的它吃起来咸香的，但是呢完全不会油腻啊，比肉松吃起来更清爽。那我们刚刚有问过啊，它这个蛋卷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使用更高级的芥花油，不是使用奶油，所以呢它吃下去之后呢，不会像一般的蛋卷一样粉碎，而是更脆口，像薄饼去把它卷起来一样。然后里面呢夹了虱目鱼酥啊，哇，吃起来就是更香。再来这个是火烧虾口味，我跟你讲，它厉害啊，它跟米其林必比登的一味品蛙柜联名的，因为那个蛙柜上面呢就有一只火烧虾，他们一样是用同样的火烧虾，来试一下。我一入口的时候呢，觉得很清爽，可是越吃到后面呢，它海味的那种香气慢慢的跑出来，
最后呢，我觉得有点像在吃没有那么咸的肉质，很厉害这个。我觉得它跟一般蛋卷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用芥花油去取代奶油，更能够凸显出蛋香跟其他食材的香气。这个是蛋卷冰淇淋，它这个杯子啊有够厉害，它跟刚刚的蛋卷是同样的东西，只是去把它做成不同的形状。那你用肉眼看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真的跟蛋卷的质地是一样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样选的是火烧虾的口味，它这个杯子的部分呢，总共有9种口味哦。那厉害的人呢，其实都会知道说，我们可以用一点咸咸的东西去带甜的东西，会更好吃。这个冰淇淋是格雷伯爵奶茶口味，我刚刚一入口啊，就闻到那个茶的香气，我最喜欢这种东西了。你赶快吃到那个饼的部分，我再来吃。我好期待那个部分哦。哦，这个冰淇淋好好吃哦，它上面还有一粒一粒的，那个是伯爵茶粉，对不对？茶叶打碎然后放进去的。现在这样搭配起来啊，你知道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它的蛋香超浓厚的，又更跳脱出来了。我们再来要介绍杨妈妈果子工坊的凤梨酥。这凤梨酥呢，跟其他凤梨酥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是它叫做米夫金钻凤梨酥。一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吧？它不是用面粉制作的，它是用米，而且是台南后壁乡的台梗9号。我第一次吃到米做的凤梨酥，实在是太期待了。我一口下去啊，原本以为会跟一般的凤梨酥会很有落差感，结果没有，反而还更酥松了。很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是用整颗糙米去制作的，所以你慢慢咀嚼之后呢，它会有米的香气跑出来，很像我们在吃糙米饭的感觉。那现在人吃东西其实很讲求健康，它就是强调呢更少油，然后更少的热量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我现在拿凤梨酥拿很久了，可是我的手一点都不油。凤梨内馅我们也很爱，酸甜刚好，它会依季节呢去使用民雄啊或者是关庙的凤梨。那它的原料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只有使用凤梨跟麦芽而已。听说它的凤梨啊是100公斤只能熬成8公斤的凤梨果酱。我很喜欢它里面凤梨上有点黏牙黏牙的那种感觉，很香很香。我在官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资讯，说这个凤梨酥呢放久之后风味会变不同。我请老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也是我们凤梨酥一个特色之一。我们凤梨酥它大概有分4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它的米香气会非常的浓郁，在第1个礼拜。第2个礼拜到第3个礼拜，它就是奶油跟米香气融合了。那到第4个礼拜跟第3个礼拜，它就是奶油cheese蛋。对，那融合之后会很像拌蛋糕的味道，所以客人他会比喻我们的凤梨酥很像法式凤梨酥的口感。这么厉害，好，那试试看，没有的话怎么办？再多送你再多吃几颗，你就会感觉到。你试到有，没有错。我很特别，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有这种熟成概念的凤梨酥。对对对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这是西荣轩大饭店推出的西港麻油鸡小薏仁炖饭。我们一般听到炖饭呢，都会觉得是西式的东西嘛，但它其实呢，本体是麻油鸡炖饭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它用这个小薏仁来取代原来的米粒啊，说真的是更健康啊，热量更少，而且蛮有特色的。因为一般炖饭呢，使用的是意大利米，台湾人大部分都不太能够接受那个米腥没透的感觉，所以它采用小薏仁的话呢，是更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这款食材呢，都是用我们台湾在地的，像它的麻油啊，用的就是台南西港的麻油，而且是黑麻油。它的香气呢，跟一般麻油有一点不一样。那鸡腿也是使用台湾的鸡腿。那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现场啊这个东西它不太有办法试吃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买回去加热就可以食用喽。对，你们吃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今年获选台南好礼的店家总共有41家，可是因为影片篇幅的关系啊，我没有办法一一介绍给大家，留下来不少遗珠之憾。那我们只有来台南啊，有到这些店家附近的话呢，再一一介绍给大家。这些入选的作品呢，都是跟台南在地特色做结合的创意伴手礼，或者是在台南发迹深耕许久的店家。如果接下来呢，你有到台南旅行的计划，或者是过年过节有送礼的需求，或是你看影片看一看呢，觉得嘴馋的，这些其实几乎都可以直接网购买回家哦。现
想要知道台南好礼的完整名单，还有哪些厉害的伴手礼，我等一下呢会把网站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可以自行去参考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你刚刚说等一下放到资讯栏的，我是等一下，但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式了。